比特币已经跌到了我想要加仓的位置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有哪一些币种是值得抄底的 ？ADA 究竟在不在我的抄底列表当中呢？大家好，我是老刘。如果各位今天是第一次关注影片的话，记得影片开前呢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啊，并且开小铃铛。我们在前几天的直播3天前就跟大家说过，比特币会跌到63000，然后呢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说要注意下跌的风险，要注意下跌的风险。现在呢已经跌到我认为我想要进场的位置了。好，那今天呢内容会比较多，我们主要会聊到比特币。然后跟一个我比较看好的 Solana 以及狗狗币还有 ADA， 那我们最后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先从比特币开始吧。其实比特币在昨天这波下跌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下跌呢是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的下跌，然后大概维持2天左右的时间，并且有明显的放量。可是你要去注意到的事情是，在这一波跌到我个人认为的第一个关键支撑呢61200块之后，它其实是有出现明显的买盘的。在1小时级别这边其实是有明显的量能，这边有明显的量能释放出来，并且价格是正在往上推的。你看到在这一整天的表现啊，它是没有跌下去的。那究竟还有没有机会给我们去进场呢？如果各位有在关注我们这几天的直播的话，我有给各位几个交易计划嘛，包括说我曾经做多了这个比特币，然后发现到跌破趋势线之后，我就反手开空了，并且在开空之后呢，在60800块左右是已经把我的比特币的空单给出局止盈了。接下来这个位置还有没有机会再吃下来？好，我们先从4小时级别看起吧。其实4小时级别可以发现到一个事情哦，很多人觉得说熊市来了，已经结束了，但我个人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真正要去判断一个熊市，或者说一个下跌趋势是否开启，其实还是要看它有没有跌破一个大级别的关键价位。然而这个大级别的关键价位呢，其实就在61200块左右。你看到这里它下跌之后是马上插针收回去的，那这也意味着这里当下的买盘其实是比这边还来得更强的。怎么去说明这个事情呢？你光从量能就可以看出来了，这边有很明显的放量，是没错的。但是呢，你从小时 K 线来看的话，它下跌之后，它后面其实是有快速收回来的，并且有伴随着一定的量能起来的。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前面这一段的话呢，这段确实也下跌了，它当然也有量能起来。但是它是没有快速收回的，而且收回的速度是稍微比较缓慢的，代表当时的市场在61000块这个位置的时候是比较犹豫的。可是你可以看到，当它来这边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没有犹豫了，或者说这边是有人在偷偷做一个买入动作的。好，在所以4小时级别你可以关注什么事情呢？现在这边我们要去关注它有没有机会做一个2探，那是有条件的。好，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我们在4小时级别，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双顶的。那如果我们去取这个水平低位，大概价格在大概64900块左右，64900块左右，我们稍微向右边延伸的话，好，这里呢是4小时级别的其中一个压制，就在前几个小时是有上来触碰这个位置的。那后续你要关注的事情是在接下来呢有没有机会突破65000块64900、65000块，以及曾经的这个4小时级别的上升趋势线。这个位置你看1次、2次、3次、4次试探，那这个位置呢65000块以及67000块左右，就是我个人认为的这个空头的压力区。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它在突破这个位置以及这个位置之前，65000、67000之前呢，后面的行情会是以一个低位震荡为主。也就是说它即便上来了上来这个位置，但是没有办法成功突破的话，它就会开始走一个震荡。那这时候就有机会下来做一个2次试探，然后这个2次试探呢能够企稳之后，它才会开始转强势，甚至突破65000块，那才代表说你当前的这个多单是安全的。所以这个位置我们昨天直播当中有讲到嘛，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接现货的但是你做合约的话，你要稍微小心去注意，因为短时间内虽然是打爆你的这个价格，但是在确定转强势之前，或者说突破一些关键压力位之前呢，你都还是需要去防守一下为你的这个多单做一个防守的一个留意。那目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切到1小时级别来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准确来说，这个下方的这个支撑会在1小时级别的这个62000块左右到59500块左右，所以这个位置其实大概有2000点的价差你可以关注后续有没有机会下来踩一下，大概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61100块左右进行一个修复之后，后续会不会像这一段那样一样有买盘把它推上去？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1小时级别的双底
那这样看涨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一点点。那也验证了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买盘的。那这时候比特币就有机会走强势。为什么我觉得比特币短时间内不会跌破呢？其实有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力图吧。热力图这个是比特币1个月级别的也就是这一整段调整的这个筹码分布。你会看到，其实在这两天的下跌呢，已经把下方所有多头给爆干净了。虽然说这边没有出现很明显的量能也没有发光像上面71800块这个 1.46 个 billion 这么高，但是呢它也说明了把下面的多头全部给杀干净了。那如果我是庄家的话，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正常庄家的话，你再把多头给杀完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在这边已经把低位筹码给吸干净了？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利于拉盘？但是你利于拉盘的话，你也要去关注市场有没有这个买盘的介入所以短时间内呢，这个市场就有可能会在这个低位进行一定的时间调整，确定这边有买盘正在介入，或者说再让我吸一点点筹码之后，好，确定了，好，这边位置 OK 稳定了，它就开始来一个突破。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里会进行一个短时间的调整，会进行一个短时间的调整。那真正有没有转强势，也就是只能等待这个调整走出来之后，不管是突破还是跌破，我们才能做一个进一步的判断。但是目前来说呢，短期来看，这边就是有一定买盘，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后续你说出现跌破到跌到53000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做一个防范一定是对的嘛，当然呢，我目前的这个空单虽然做了这个分批止盈，但是还有暗仓左右是还正在持有当中的。所以同样的，我也要观察说，如果它跌下来之后并没有成功的反弹的话，好，那我的空单就会去拿下去。当然相对的踩到这个位置之后，它有一定的反弹，或者说有买盘介入之后，那这时候我的空单就应该要考虑离场的。那在这个位置呢，如果你是没有买到现货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买现货的机会。当然跌破之后会跌到哪一些位置呢？那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影片的这个抄底计划快1个月前的抄底计划。目前这个交易计划是不做任何修正的，再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吧。好，现在呢，我个人觉得，结论来说，我个人觉得走震荡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当然，这也仅限于接下来的3到5天左右。那3到5天左右呢，结束之后会出一个1小时级别的结果。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再通过这个走势，这段期间的走势来寻找涨跟跌哪一个概率会比较大。虽然说当下买盘比较强，对，没错。但是你才刚走了1天的时间，就不能如此断定说一定会上涨，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预防胜于治疗一个动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个人觉得蛮不错的Solana 呢，其实在4小时级别这边曾经走了一个双顶之后，右边又走了一个收敛段。那收敛跌破之后呢，我原本认为应该完成了这个止跌价在137块左右，也是曾经的4小时级别这边的好几次试探，以及前面还有一个前高的这个支撑一个前高的支撑。但是后续呢，它其实是往更深的地方去下跌的，大约跌到118块左右。第二个4小时级别的前高支撑之后，有一个明显反弹的迹象。那你说Solana 值得买吗？你可以关注的事情是它在跌到这个位置之后呢，它其实有快速的买盘把它收回来的，并且呢，今天下跌插针之后收上来，最高价其实也涨了快30%了，所以它是真的很强势的，它是有买盘的。但是呢，有买盘不代表一定会上涨，准确来说，它是要突破了170块这个位置，它才有机会转强势。那说老刘，那是不是没有机会再进Solana了？有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买Solana的话，还是会建议你做现货，以120块以及137块左右进行一个分批进场。但是目前来看，既然137块已经跌破的话，我还是会关注120块左右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进行2次的试探。目前呢，我还是正在挂单这个Solana的，毕竟我们昨天快速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成功接到Solana现货的，所以我在等待它会不会下来给我一个2探的机会。基本上呢，这个位置我会尝试做一个现货的买入，甚至于说，如果它跌下来之后有一个强势反弹的话，我会在这边去介入一笔左侧的多单。这是值得关注的。当然呢，进多单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寻找一些比较正确的止盈位，比方说在168块左右，
168块左右，进行一个4小时级别的多头止盈，以及后续突破之后看它能不能延续上涨。那具体可不可以进场呢？或者说我什么时候会进场这个Solana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这个 Discord 社区哦。这个方法很简单，就在这个影片连结下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DA 吧。ADA 其实现在是要重点关注 0.46 这个位置。我们在这个前几天的影片说，这个 Doge ADA 准备回调了 ，ADA 上车机会也有很多次跟大家强调过说，我觉得 ADA 呢其实会跌到 0.46 这个位置。那当然了，虽然下方最低是差 0.4 左右，但是没有关系，毕竟我们还是要以周线级别为主。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ADA 不太建议上合约，因为我怕它会出现一个深度的差针。但是呢，买现货其实是 OK 的。如果你放大来看的话，这个作为曾经的 ADA 双底突破之后的这个关键颈线位，它这边有曾经来过一次回踩。那现在呢，这个K 线是价格呢是卡在这个位置的，现在卡在这个位置的，所以这个位置其实蛮关键的你要去关注明天就是礼拜一早上8点收盘，也就是这一根周线级别的 K 线收盘，它能不能维稳在0.45 到 0.46 之间如果可以的话，那 ADA 是还有机会的，是还有救的，确实是还有救的。如果你切日线级别来看的话呢，要稍微留意的事情是，现在这个 K 线，昨天这根 K 线呢，其实有稍微跌破的。你稍微放大来看的话，你看到这个区间是有微微跌破的，但毕竟人家是周线级别的支撑所以日线级别跌破也算是 OK 的。但是呢，要留意的事情是，这边呢是已经走出了一个大日线级别的双顶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0.46 是唯一一个适合进场 ADA 的价格。再往下跌的话呢，就意味着这个双顶的走势已经跌破了。那后续呢，就有可能会从一个多头的走势变成一个震荡，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下跌的走势。那这就会是一个不太妙的事情。那问题来了，这边可以进场 ADA 吗？可以的，但也仅限于现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进合约的话你可以发现到的事情是，它这一根 K 线有可能是来回踩这个颈线做测试。万一我说万一这个位置没有办法突破的话，后续再下跌，那很有可能会修复这根针，甚至往更低的地方做修复。这时候你的这个 ADA 多单就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个人建议你要进的话就是进现货，而且就在现在这个位置左右。当然仓位也不要太大，因为我有做一个风险的提示双顶这边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信号，所以这边也是只能买现货然后跌破之后呢，就不太建议再做一个加仓动作了。当然了，如果跌破之后呢，我还是会去密切关注它。如果各位想要去知道更多 ADA 的话，也欢迎大家帮我点赞这支影片，来获取更多一手的资讯。最后，我们再聊一下这个狗狗币吧。狗狗币的话呢，其实现在也很精准的插到了我给的这个价位 0.126 左右也就是在这一支影片的时候回调来了，我给各位的这个2个点位，其中一个在 0.155，一个在 0.12。 其实这波下跌反弹上来它也大约有 28% 到 30% 涨幅。可是我们相对来看一下 ADA， 你可以发现到我们切4小时级别的话，这根下跌插针反弹回来只有20多%。相对来说 ADA 是比狗狗币跟Solana来的弱一点点的毕竟它是有跌破的迹象，反而狗狗币是刚好回来踩到4小时级别的支撑。当然呢，他们2个市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要去自己分辨一下，到底哪个是比较优质的，或者说哪一个是比较适合去投资的看你自己个人喜好这样子。现在目前我有看到一个群友说他在这边有介入一笔多单，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蛮危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在4小时级别这边其实也走了一个大双顶，当然这是4小时级别，在跌破之后这一段下跌完成价刚好就在 0.12 左右。那现在对于这段下跌来说是已经完成的，但是呢短时间有机会给你解套吗？我认为是有一定难度的。原因是因为呢，这里在双顶形成之后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制的，在这个位置。那这也是我个人建议关注的位置因为如果它要开始转震荡的话，狗狗币要转4小时级别震荡的话，那这个区间会在 0.17168 左右到 0.124 左右，这个大约有40% 左右的这个区间震荡。那具体怎么走，我们也只能根据当下走出来之后才会判断它是属于强势还是弱势的。那如果各位有成功在 0.12 进场，或者说买到狗币的话，恭喜你们真的恭喜你们。这个位置是我觉得是可以继续拿下去的，但是一样的，你有一个事情要注意，因为4小时级别呢，它也走了一个双顶，但是不一样的事情是，它这边是明显收针的。和 ADA 有稍微不一样的点是，ADA 在日线级别确实也走了一个双顶，
但是它实体的 K 线是卡在这个支撑位置的，反而狗狗币是有收回来的。那这也很明显就是比较强势啦，算是比较强势的意思啦。但虽然强势，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它会不会带来回踩。如果它是可以来一个4小时级别回踩，并且企稳的话，这个位置确实是可以尝试做现货的。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买入现货之后，你的狗狗币才算是安全的呢？关注这2个价位，第一个就是突破 0.17 左右，4小时级别的 K 线收盘突破 0.17 左右，然后呢，它再次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比方说这个位置，好，它回来踩了之后上来突破 0.17， 并且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的话，那就意味着后续狗狗币是即将转强势的，这是可以有迹可循的。所以狗狗币我目前也在关注这个位置，如果它接下来可以上来这个位置并且突破的话，我会加仓狗狗币。那为什么我不在这边加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筹码是在 0.088 0.086 甚至是 0.06 左右这个位置，那对我来说在1、2加仓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且我想要把筹码留给我更想要进场的一些低位的山寨币，所以我会开始去布局其他山寨币，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Solana。好，最后呢，狗狗币呢就是关注这2个点位啦，可以突破的话，就有可能可以来一波加速上涨行情。好，如果各位喜欢这期影片内容的话，记得最后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现在Bybit呢，只要完成 KYC 入金100U就能获得30U那么这期影片先到这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